那天我看到一个数据，说是日本今年最新的首富刘景正是在身价下滑了44%之后成为首富的。马云身价221亿美元，他说我对钱没有兴趣。刘景正因为日元贬值没了快一半身家，他说赚钱很重要，生意人有钱当然是好事。你说谁说的对呢？我觉得刘老师赚得多，信刘老师的。刘景正为什么这么能赚钱呢？那就不得不提他创办的优衣库。在日本其他企业为失去的20年痛苦时，优衣库的销售额增长了160倍，经营利润增长了1500倍。因为北京三里屯爆火，靠着背心短袖打败了高科技索尼和畅销海外的 Toyota， 在全球第一服装大国中国4年狂赚200亿。别的企业一直努力穿越周期，优衣库则表示啥是周期？做生意难道不是一直赚钱一直爽吗？刘景正至于优衣库就好比乔布斯至于苹果，是绝对的灵魂人物。但是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非常挫。大家好，我是大蜡烛。这期咱们来聊聊刘景正和他的公司。1949年，刘景正出生在日本一个偏远18线小县城，小镇人口只有20万，而且这个县城位于日本本州岛最南端，离日本3大经济圈都挨不着边儿。但刘景正的童年和少年还是过得很不错的。他爹在他们那个县城最热闹的商业街开了2家店，卖男士西装。除了这2家明面上的店，景正爹还做和政府机构相关的土木工程，家里还有咖啡店、电影院彼时景正爹可以说是县城里顶尖的有钱人了。刘景正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妥妥未来要继承家业的。日本文化和咱们中华文化相近，都爱往死了卷。刘景正他爹对于他就非常严厉，在家里甚至吃饭的时候说话了都要挨揍，吃慢了也挨揍。父亲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不管什么事都要当第一名。刘景正从小成绩不错，但个性一直被压抑着，后来终于离家去了早稻田大学学政治学。可是从小县城来到名校，才发现自己竟然是个小镇做题家，一下子落差感很大。原来同专业的同学学政治学都是有具体目标的，自己融不进去那些社交圈子，给刘景正带来了很强烈的自卑感。慢慢的他就变成了大学主业，唱歌蹦迪喝茶搓麻将，怎么快乐怎么玩。后来跟他老爹说不想在学校待了，想去环游世界，结果他爹竟然同意了，给了他200万日元。他去了北美、欧洲、埃及、印度等国家，最后毕业了。刘景正一寻思自己这干啥也不会干呀，干脆利落收拾东西家里蹲去了，一蹲就是2个月。刘景正老父亲一看这也不是办法，以后还指望儿子接班呢，人可不能蹲废了，干脆把儿子打包发配到自己朋友的公司永旺集团著名百货公司，那个时代的顶级大厂。刘景正一开始被安排到最基层下卖场，主要工作就是及时补充货架上卖空的货物，天天在仓库里搬框子案板，一干就是好几个月。那永旺的人也很清楚，这是合作伙伴家的儿子下基层来锻炼了。看着刘景正在基层训练的差不多了，就把刘景正调到了男装卖场部，开始正式接触和自己家相同的业态。我们的景正桑终于在磨练到第10个月的时候提桶跑路了，辞职了。果然人不会一夜就变得上进的。然而他爸却表示那就回老家在自己家的公司上班吧。于是他们家最开始的那2家服装店就被当成了练手工具，给儿子去试错。刘景正就接手干呗，才干了1年，2家店所有的员工走的只剩下1个人了。日本职场和我们是不太一样，他们信奉忠诚工作几十年，很多人一毕业就在一家公司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半年把员工几乎都干跑了，对刘景正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要是他爹，我真的就放弃了，这儿子真的是干啥啥不成。然而他父亲竟然什么也没说，反而把账本和公章交给他，意思就是这2个店就是你的产业了，你需要为此负责。你爹我更多的精力要去进军建筑业了。这下景正在极端自责下，反而潜能被激发出来了。他和剩下的老员工一人负责1家店，进货、陈列商品、整理库存、接待顾客、算账、清扫，根本没有休息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慢慢的也开始感受到亏钱的乐趣，从商品进货到销售额的精确计算，从银行存款到年度财报出来后的纳税金额，每天的工作内容纷杂而繁琐。好在很快就不再亏了，毕竟这2家店员工又不多，也没啥人力成本，所以也不能说就是成功了。反正他爹肯定想不到未来刘景正竟然能够成为全球服装行业内市值最高企业的掌门人。慢慢的，刘景正感觉到卖西装需要的人力时间成本太高，一个人可能1年只买1-2次西装，员工需要接待吧，量尺寸、推销衣服能不能卖出去和销售员话术高度相关，这种生意模式特别难以批量复制。
西装这个赛道想干成巨头太难了，他想干点大事，于是刘景正考察了不少品牌，没事就去美国看看有没有新的商业模式。长达10年期间他做了很多尝试，卖过女装，代理过休闲服品牌，还把美国的各类小商品带到日本来零售，尝试了各种品类、各种店的模式，但无一例外都是关了开，开了关，整整10年出了无数次国，但是没一家干成。唯一不亏钱的项目，始终还是最初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那2家西装店。直到有一次他在逛美国大学生零售超市时候想到，超市里商品陈列充分，店内环境干净明亮，逛商店也是一种乐趣，有没有可能做一个大型的自助式购买休闲服的服装店呢？休闲服流转快，对员工依赖程度低，在他的设想里这个店应该场地够大够开阔，于是优衣库诞生了。这一年正好是刘景正瞎忙活的第12个年头。优衣库第一家店选择在广岛县郊区的一个330平的大仓库，装修的吊顶什么的能省就省了，剩下的钱给衣服降价，店内店员也别跟着顾客服务光叠衣服就行。结果来店的顾客络绎不绝，早上6点就开始排队，后来到了店员不得不限制人流进入的程度。刘景正在接受地方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还在呼吁大家不要再来店里了，不要再来店里了。等了12年之久，刘景正终于等到了自己的机会，于是他开始疯狂复制第一家店的模式，就往租金便宜的城郊开，只雇佣少量的员工理货，定价低，流转速度快。这个时候优衣库类似个小平台，那会儿其实还是在低价批发采购其他的品牌来卖。日本拼夕夕为了拓展刘景正把他和父亲的所有资产都抵押在广岛银行，贷款开新店。幸好每一家店都像低价店一样赚钱这里纠正很多人的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优衣库是日本经济崩盘时候的产物，但其实优衣库的模式是在日本经济最鼎盛的那几年推出的。当时优衣库一件衣服便宜的也就1000日元，而同期日本人均服装支出是15000日元上下。咱们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是1289元。不过日本经济在1990年后迅速崩盘，股价暴跌，众多企业在不景气中苦苦挣扎，日本国民对时装消费意愿减弱了，开始青睐平价百搭的产品。投消费的投资人管这个叫第4消费时代。靠着农村包围城市的套路，优衣库成为日本最大规模的休闲服装连锁店。我经常和大家聊搞钱，其实很多人真正有钱起来就靠那么2-3年，源于对一夜暴富的几次复制。但是有了钱之后的痛苦是，你不会只满足于一夜暴富，你想夜夜暴富，来把夜夜暴富打在屏幕上。刘景正自然也是这么想，于是他决定先去整合中国的供应链，造自己的衣服。中国是世界第1棉花生产国，还有庞大的人口基础，他开始用中国工厂。当时很多中国工厂都只能提供生产链上的部分业务比如负责缝纫的厂需要和染色印花厂采购布料，做好的成衣又需要转移到另一个厂进行产品质检，但核心面料研究还是放在日本国内像摇粒绒外套，当初优衣库就投入极大，原本计划销售几10万件，结果卖出2600万件，也算是第一次通过超高性价比的极致单品打市场。这个理念确实是比小米早多了。摇粒绒外套在接下来的10几年都将成为优衣库的主力产品，也成功的将日本国民对优衣库打折廉价服装店的印象扭转为打折廉价但是有科技含量的服装店。靠着技术优势和订单数量，优衣库将中国工厂利润压得很低，同时标准又很高。2015年前后工人每天熨烫600件衣服，每件工资是2毛9分钱，但依然有很多中国工厂抢着接，有的不为赚钱，只为能学习最新面料的加工方法和管理流程。接过优衣库的单子就更容易接其他外贸单子。目前优衣库依然有80%的产能来自中国，服装行业平均次品率是2%到3%，优衣库是0.3%，行业均值的1/10。刘景正曾经还在报纸和电视上刊登出一则十分大胆的宣传只要挑出优衣库一处缺点，就给你100万日元的奖励。广告史哪有这么干的公司接下来优衣库再一次的飞升，则是中国市场。从优衣库在日本有起色之后出海的愿景在刘景正心中就没停过。第一步和其他企业一样，他选择了欧美市场。然而那会儿的优衣库不是索尼，也不是丰田，它只是一个在日本农村包围城市的服装品牌。于是在欧美市场被 Gap、Zara、H&M 为代表的快时尚品牌打了一败涂地英国20多家店都失败了，尤其在伦敦换了好几任责任人都没干成。优衣库就开始探索中国市场。2002年开始在中国开店，
但其实这一波啊，在中国也没干成，因为价格被中国中小厂吊打。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优衣库02年到05年的第一批店铺都是入不敷出，然后关门大吉。2006年后啊，优衣库才决定品牌在中国的定位要完全彻底改变，一改在日本本土的便宜的宣传路线，在中国走中档偏上的品牌路线。定位比当时的竞争对手班尼路、美特斯邦威高一级就好，强调质感与低调，但店铺一定要选在最热闹的地段，上海南京西路、北京三里屯。为了打造这种品牌定位还营销了不少小故事。日本的有钱人穿奢侈品拎名牌包，但会搭配优衣库的毛衣、短袖和衬衫，因为剪裁优良、舒适、无 logo。奢侈品挣钱挣的是划分阶级的钱，优衣库挣钱挣的是模糊阶级的钱。我没有 logo， 看起来很有质感，很少的钱就可以穿有钱人同款。于是在市场上一验证，这个定位果然是对的，中国市场的传奇就开始了。而同期的日本市场优衣库则又做对了2件事，一个是 Heitech 内衣，中国市场后来翻译成了自发热内衣。其实优衣库并不是这个品类的发明者，当时在日本市场Heitech 内衣已经是很成熟了，不过常常被看成是老太太才穿的衣服，因为基本都是黑色。优衣库的创意部门为了激活这个品类的生命为其赋予了各种全新的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色彩，然后就把年轻人的市场打开了。还有自发热这个品类名称在国内翻译的也很巧妙并没有用超级保暖内衣、超级秋裤、超级棉裤之类的名字，而是用了个自发热概念弄个升温图。其实谁都知道秋裤不可能自己发热，但就会好奇买试试。其实大多数纤维或者是多数纺织材料吸湿它都会发热这里就不科普原理了。可优衣库竟然还在日本广告里说，这个产品的优势是保湿性，因为冬天不只会冷，空气干燥，还会让肌肤发痒，女孩皮肤就不好了简直是低情商穿着爱出汗，高情商穿着保湿。在日本上线的第一波冬天都还没来就卖脱销了。优衣库自发热内衣从2003年发售后销量一路狂飙，2009年5000万件，2010年8000万件，后来一年卖1亿件。但我个人其实不怎么喜欢穿这种衣服，因为这种衣服发热原理需要贴身很紧太紧了很难受。前几年UT 系列便宜的时候，我会买他们的 UT 系列，但这2年买的也少了，因为不是那么便宜了。UT 系列就是做联名，是刘景正做对的另一件事。06年优衣库的艺术总监大佬佐藤可士和说， UT 系列卖的不是 T 恤本身，而是印花上代表的文化符号。其实当时已经快60的刘景正表示压根就没听懂，但还是让他放手去干了。2009年刘景正又拥抱了中国互联网，很早就建设线上渠道，数字化建设也非常早既可以门店扫码线上购，也能门店自敌随心取，门店退换就近选。估计跟马老师也没少交流，因为俩人都是软银集团董事，肯定没少一块开会现在上海淮海路的店就把线上直播间搬到线下店了，也很超前。2023年线下店用直播间做本地生活市场，也是个大趋势。那优衣库未来有没有其他的战略呢？首先是中国的下沉渠道建设，从2020到2022，优衣库在中国的扩张节奏竟然没有被打乱。当然未来更多单店将更多与地方城市特色结合，还有就是增加店中店，像日本的银座旗舰店里面就还有优衣库咖啡优衣库花店，日本还有一家店甚至还入驻了医疗机构。不过刘景正也说会把印度作为继日本、中国之后的第3支箭加以关注。如今有无数的人说他思想超前，但回顾优衣库创始人在商海中沉浮的一生我觉得最难得的还是他敢于不断的面对失败。刘景正曾说，企业挑战10次新事物，必定会有9次失败。世人把我看作成功者，我却不以为然。我的人生其实也是1胜9败。如果说取得了一些成功，那也是不怕失败、不断挑战的结果。我这2年也越来越觉得，所谓经验，失败模型或许比成功模型更重要。因为成功主要靠时代的偶然，失败中反而能找到人性的必然。你又怎么看呢？期待你的想法出现在评论区。我是大蜡烛，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可以给我一个赞。我们下期再见。